当的时阵哦，我本人徛伫台中，我知影讲有地当221，就是咱支持。当我转来看到这间庙倒落了后时哦，迄时阵真的我目屎嘛连落。8年来心血吼，这个921，这个地当吼，甲所有的庙拢毁掉的。我经常说我在发泄，当我画画下去就不会负面了。如果说没有921，我早知道我还清了。怎么是我买了4年就倒了？真的会害怕，稍微一点地震就有一点敏感了。102秒的强震，在许多人的心里余震将近20年。如果说人间有炼狱，或许正是这个夜晚。他们可以下去，他们要人命呢。清晨这一场惊天动地的7级强震，把接近震央的南投埔里当地的居民吓得是跑到屋外彻夜未眠。20世纪最后一个9月21日凌晨1点47分，一场瑞士规模7.3震央在南投集集，引发车龙埔断层错动所导致的大地震，撼动全台湾。黑夜里，沿路伴随着哀嚎和警笛声，接到求救讯号的张碧珠一行人循着山壁，涉险从后里走向东市。村里的人看到我们有慈济 logo 的衣服哈，他就马上给我们拉着就一起进去救灾的。我们都是用手挖。你啦，就你讲，你先啊做人工呼吸，你先买 CP 啊。把伊嘴内面物件呕出来，先啊呕出来，有无？哎，呕出来，给呕出来。本来想要跟他做那个 CPR， 才知道说里面都是泥沙，后来把它抬出来。这一晚山崩地裂，遍地瓦砾堆里埋着成千上百的无辜性命。没有人知道灾情惨烈到什么程度，直到天亮。整个山崩嘛，那个道路都拱起来，电影上才看得到的画面。你说这里是哪里？王朝。东市王朝以前就是这个地点，所以它为什么变停车场？地异地。哦，以地异地换成停车场。对。当初它倒下来的时候，就对面的有一些房子也有一些受损，后来都有在修复过。美信的那个金鱼有限公司还在。对，然后大概从我们家的那个红绿十字路口那边往王朝这边拍过来。天亮了之后，我们就到马路上之后才发现，哎，怎么王朝是斜的倒在这边哈？还有铁锤吗？尸体已经有死亡的人，请你们把尸体载到大雪山体管处。大雪山体管处。在我脚的旁边，有的就是白布盖着，那几张纸钱是在那里飘的。以前读书的时候有读过那个韩愈的《寄妹文》，有没有？他那个在烧那个纸钱，朔风也大，纸霏霏扬。
在那个地方看到的就是这个景象啊。天亮了，全台灾情不断，国军部队搜救队伍断垣残壁里和时间赛跑，搜寻着最后一线生机。当灾区传出了打破72小时黄金救援期的奇迹，所有人为之心头一震。921大地震引起国际关注，来自21个国家38支国际救难队，包括了1个月前才刚历经震灾的土耳其，跨过半个地球，陆续抵台，协助紧急救灾工作。是他们这个别的国家的救难人员来，我看的都好感动。站在那里哈，我就每一个人都一一的跟他们核实致敬，这样子。一大早开始，便有许多民众陆续的将家中的生活用品捐献出来，把整个广场挤得是水泄不通。不少人还义务的留下在现场帮忙，大家齐心合力的将物资品一一搬上了卡车，充分发挥了共体时期人伤我痛的爱心。这场全台湾人的共同噩梦，也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。此刻，所有人的心紧紧相系。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分什么你我，民众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他有车，他可以帮忙开车，我们就把资料留下来，可以讲全国总动员。天摇地动后的1个小时，慈济台中分会紧急成立救灾指挥中心，各地慈济志工从南到北，自发性的往中部灾区移动。感谢你照顾我们呀！这大家人哈，大家人来互相照顾。那厝安怎呢？没有混迹好，哈，米家就名啦，哈，上来，我们南投县的灾情非常的严重呢。看看我们那些乡亲缺少什么，别给我们乡亲饿到哦。哎，边讲边哭，哎，他哽咽的哭，你也讲。没水没电的灾区，来自民间团体的后勤补给，此时是救灾工作的关键之一。也底像这嘉兴饼这样一直下降嘛，刚好是在蒙烧，这是因为烧嘛。我2年半前我种出去，结果我就跟队长、跟消防队长跟他商量，我们慈济可能要4个服务站。那个热汤可以的话，再来100份好不好？谢谢。全台超过2万人次的慈济志工，几乎与前线救灾同步，用最快的速度搭起帐篷、买锅造饭。那一天天亮了之后，我们就到马路上，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吃，我们就回去家里拿一个小锅子，然后就过来这边装那个面。他就问你家里几个人，他就大概装几勺给你这样。吃到那碗热食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感动。你下次哈，这个888自助餐，这个当时提供场地，对。然后也提供他们里面的东西。20年后，许多人记忆里的是一夜惊魂后捧在手掌心上的温度。我很感激，就是说，实际他们有这个心，而且就是说民间也很有那个心的。大概是5点到6点那时候，他们就过来了。我说那你们过来，我说不是。丰市路这边的路全部不是不通了吗？对外交通中断，一夜成为孤岛的东市，罹难人数高达358人，是921大地震死伤最严重的重灾区。看见连夜走进灾区的志工，小吃店
倾力相助。我今晚我叫你看冰箱能不能打开？我的大冰箱里面可以，这样的这样应该是有啦，应该有，里面是有，但是我现在要叫他打开。你去我们里面看，看可不可以？如果觉得可以的话，你那些东西都搬出来用。一碗热食，让家在王朝大楼附近的刘怡珍也决定付诸行动。就觉得说，好像吃人家一碗面，然后应该去帮忙服务一下。就问他们说有没有可以要帮忙的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你是当地人吗？你对这边熟不熟悉？”我说：“熟悉啊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那你们能不能去看一看哪些地方需要热食？”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那么严重，可是当你骑摩托车出去逛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怎么会这么严重。直到晚上回去的时候，已经整个东市都是像死城一样，就是都没有灯光，然后就暗暗的，然后我就要回去找我的家人。哎，今天晚上睡哪里？那时候我爸爸有个小货车，然后他们几乎都在小货车上。无论房子还在不在，没有人敢回去，或是栖身车内，或是顶着帐篷露宿空地，等待着黎明。劫后余生是幸运的，但是明天又该何去何从？